薄薄的一层面皮包裹着鲜香软糯的糯米线，又是一个好吃的碳水包碳水的食物。大家好，我是毛毛，今天我们做快手版饺子皮纸皮烧麦。提前1晚泡上烧麦的灵魂糯米，这是我喜欢用的糯米牌子，浸泡时间4个小时以上均可。今天我们用了1斤500克的糯米，我个人喜欢圆糯米，总觉得它比长糯米包烧麦粽子都更好吃一些。再泡上8到10朵的香菇，干香菇比鲜香菇味道更浓郁哦。糯米泡足够的标准就是可以用手掐断。蒸屉中铺上纱布，倒上滤掉水的糯米，千万不要太厚，平铺均匀，弄几个洞，便于蒸汽循环。建议不要用电饭煲煲煮，水量不好控制，一不小心就成了糯米粥了。我们追求的是粒粒分明的糯米。蒸的时候也不斜着，把干切的食材切了。准备好半斤的猪脚肉，3成肥7成瘦的最好，半个洋葱切成小块。泡好的香菇切成长条，再切成小块。不加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加上它可以解腻增香。切完这么1小碗差不多。烧麦蟹的食材除了正在蒸的糯米，就是这些肉末，还有我做狮子头余下来的一点荸荠丁、青豆、香菇、洋葱。有了食材，少不了调料，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姜粉、盐，还有正宗烧麦少不了的猪油。不粘锅倒入色拉油，先炒一些洋葱碎到稍稍变软，加入半斤肉末，肥瘦3七开是首选。炒到肉末变色后，继续炒1分钟，去除肉末渗出来的水汽，加入余下的洋葱、香菇，翻炒均匀。淋入生抽、老抽，老抽第一次做可以预留少许，看最后拌完糯米饭后的色泽深浅再加入。蚝油、姜粉或者白胡椒粉去腥。中餐美食就是一个搭配与比例，无需精确到克，但彼此的比例不能差太多。来上1碗热水，炖煮10分钟，一定要小火哦。留少许汁的时候，青豆、荸荠给加上。我爱吃海鲜，有时候我会加上瑶柱干、干虾仁，这些也很好吃。荸荠丁可以用笋丁、脆萝卜丁等带着脆脆口感的食物替代，但是建议不要省略。然后加入猪油，减肥的朋友们可以 pass 掉这个猪油，但是加完之后确实很香。加入糯米饭之前的汤汁是重点哦，就这么多就可以了，不能完全没有，就会太干。香喷喷的糯米饭也蒸好了，粒粒分明，软糯劲道。记得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宿舍早饭常吃的3样：糯米粢饭裹油条，榨菜薄脆，烧麦和菜包。糯米做的早点都很好吃，也顶饱。糯米饭加入到馅料中，搅拌均匀。糯米吸上余留的汤汁，碳水遇上油，怎么能不好吃呢？你说。最后看看感觉颜色，再来点老抽没问题，就加完之前余下的老抽。香喷喷的糯米拌饭，油滋滋的，不做烧麦真的也是一盆美食。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戴上手套，最后将糯米饭揉一揉，抓一抓，你会发现蟹会更好吃。拿上小秤，一个烧麦裹上60到80克的糯米饭，称一下，包裹好的烧麦大小更加均匀一点。自己在家做，油量都好控制，所以赶快安排上哦。分好搓圆的馅料可以冷藏，这样包裹时候散的可能性降低。纸皮烧麦，纸皮获取的最快捷方式就是将饺子皮改薄。这不，我们也就开发了饺子皮的另外一个用途。几张饺子皮叠在一起，几张皮互相摩擦，最后比较容易改开，最后要改到18到20公分就差不多了。这是我超市买的速冻的饺子皮，所以改的时候需要用点力气。最后大概比手掌大一点，差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后面我会也是饺子皮不够大，差一点怎么办？改好的饺子皮
因为薄了的饺子皮就更容易分开了，所以要放在袋子里面。取上一张，周围抹上一圈水，用手指涂抹实在太慢，我这种急性子就必须直接上这种刷子，很快就刷一圈就搞定。来上一个糯米饭团，开始走褶子，这比包包子容易太多了，因为怎么包怎么折都好看，耐心的可以这样一折一折折起来。关键点来了，折完之后必须用手握紧烧麦，将皮与米饭之间的空气排出，蒸完纸皮的效果会更加明显。有时候纸皮不透明，可能是因为皮和馅隔着一层空气，而不是说你的皮不够薄。饺子皮比较干，顶端收口的地方沾点水，把它收紧。我们再看一个，如果觉得拿在手上不好包，就可以直接放在台面上包。我还是比较喜欢放在手里，这样很快就折好了。如果像这个烧麦一样，你看它的皮有点小，没有关系，用一个拇指顶着馅料，然后另外一个手指慢慢的用虎口把那个皮往上转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延展性的，尤其是你刷了水之后。所以说你稍微皮小一点点也没有关系，不要说把它馅拿走了还要再重新改开，直接用虎口旺旺的往上转捏就可以了。不知道我这啰里啰嗦的细节你们记住了吗？放在蒸屉上，冷水热水上锅都可以，煮开水上气之后蒸15分钟就可以了。热气腾腾的烧麦，每一颗的烧麦皮下面隐隐约约的透着糯米馅料，非常的好看又有食欲。肉与糯米的相互融合，配上蒸完带着韧性的烧麦纸皮，完美的口感。记得细嚼慢咽哦，让糯米的丰富口感在口中留存一会儿，一口一口的去品味。最后总结归纳一下，糯米蒸熟要比电饭煲煮更加适合做烧麦。配上糯米饭的猪肉可以换成海鲜、虾、鸡肉都可以的，里面的荸荠可以换成笋、胡萝卜丁，这些带着脆脆口感的食物都是可以的。还有就是改好的饺子皮要防止分开。最重要的是包裹的烧麦，记得把外层的衣服要裹紧哦。那我去吃烧麦啦，装上一盒带给我的朋友，期待你打卡这道美食哦。我是毛毛，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。